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真实又感人的故事，讲述的是一位深圳姑娘如何嫁到台湾，改变了自己的三观，也让爷爷的老毛病奇迹般得到根治的经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缘分来临时，不管有多少阻碍，真心相爱的两个人最终会走到一起。我们的女主角叫小芳，今年27岁，是深圳郊区一家医院的护士。说到小芳的长相，那真是一等一的好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身材也很好，走在街上回头率100%。但是再漂亮的姑娘也有自己的苦恼。小芳从小是个缺爱的孩子，7岁那年父母离婚，爸爸在婚后就再也没有管过她，完全把她交给了爷爷奶奶抚养。小时候看到村里其他孩子有爸爸妈妈的疼爱，我心里特别羡慕。小芳跟我说起往事时，眼眶都红了。每次学校有家长会，我都是爷爷去，其他同学都笑话我，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。那种被同龄人歧视的感觉真的很难受。尽管如此，小芳从小就很懂事，她知道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很辛苦才把她养大，所以她发誓一定要好好孝顺老人家，希望能嫁个好人家，给爷爷奶奶养老。我爷爷特别反对我嫁到外地去，总说嫁得远了，谁来照顾我？万一受欺负了怎么办？小芳说，爷爷那辈人就是希望孙女能找个离家近的，这样有个照应。就在小芳即将放弃寻找真爱，准备听从爷爷的安排，找个家附近的对象时，缘分悄悄来敲门了。在医院工作的时候，小芳认识了我们的男主角阿明。阿明是台湾人，在深圳出差期间突发阑尾炎，被送到了小芳所在的医院。阿明温文尔雅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对医护人员也特别有礼貌，这让小芳印象很深刻。第一次见到阿明，我就觉得他不一样。小芳说，他不像我接触过的内地男生那么急躁，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，而且特别会关心人。我给他量体温的时候，他还会问我累不累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，这种细节真的很暖心。在阿明住院的那段时间，两个人聊得很投机。阿明今年32岁，在台湾一家科技公司工作，是个年轻有为的工程师。他之前谈过几次恋爱，但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。阿明性格温和，为人低调，不爱张扬，这正合小芳的心意。就这样，在阿明出院后，两人依然保持联系，慢慢的发展成了恋人关系。可是好事多磨啊，当两人把恋情告诉各自家人时，双方父母都极力反对。小芳的爷爷奶奶一听说孙女要嫁到台湾去，立刻就急了。台湾那么远，你去了谁照顾你？万一那个男的只是玩玩，你怎么办？现在骗子那么多，你这傻姑娘。爷爷心疼地说，而阿明的父母也担心小芳是冲着台湾的生活条件来的。现在很多大陆女生就是想嫁到台湾来骗钱骗房子，你可别被漂亮脸蛋迷住了啊！阿明的妈妈这样告诫儿子，除了家人的反对，小芳自己心里也有顾虑。她担心自己和阿明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，价值观不同，会影响将来的婚姻幸福。她也怕自己被骗感情，被欺负，毕竟去了人生地不熟的台湾，没有家人朋友在身边，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？说实话，当时我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电视剧里。小芳说，我一直以为台湾比大陆落后很多，毕竟我们中国这么厉害，是世界强国吗？但是通过和阿明的交流，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无知，就像井底之蛙一样，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。尽管有这么多阻碍，但真爱的力量是伟大的。经过1年多的异地恋，小芳和阿明决定力排众议，踏入婚姻的殿堂。在结婚前，阿明特地来深圳拜访小芳的爷爷奶奶，他的真诚和体贴很快就打动了两位老人。特别是当小芳的爷爷得知阿明愿意接爷爷奶奶去台湾同住时，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崩塌了。我爷爷有一个多年的老毛病，就是关节炎，特别是阴天下雨的时候，疼得他直哆嗦。小芳说，在大陆看了很多医生，吃了不少药，都只能暂时缓解，没法根治。阿明说，台湾的医疗水平很高，专门治这种慢性病很有经验，建议爷爷去台湾试试。就这样，在办完婚礼后，小芳带着爷爷一起去了台湾。来到台湾的第一印象就让小芳大吃一惊，哇，台湾真的和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。小芳惊叹道，
整个城市很干净，很有秩序，人们都很礼貌，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随地吐痰或者乱扔垃圾，而且大家都很有礼貌，买东西、坐公交都会说谢谢，这种细节让人感觉很温暖。最让小芳震撼的是，她和爷爷去医院看病的经历。我们去的是台北的一家综合医院，一进门就有专人引导，不用像在深圳那样排长队挂号。小芳回忆道，医生问诊特别细致，足足花了半小时了解爷爷的病情，还亲自为爷爷检查关节，而不是像我们那边的医生，匆匆几分钟就结束了。更让小芳惊讶的是，医生不仅给爷爷开了药，还安排了一系列的物理治疗和康复训练。医生说，老年人的关节炎不只是要吃药，还需要适当的运动和饮食调理，他们有一整套的治疗方案。就这样，爷爷在台湾接受了1个月的系统治疗，奇迹般的，困扰他多年的关节疼痛明显减轻了。以前下雨天，爷爷都要吃止痛药才能睡觉，现在基本不用吃药了，能自己散步，做简单的家务，整个人都年轻了10岁。小芳激动地说，爷爷都震惊了。他说，没想到台湾和大陆的医疗水平差距这么大。爷爷的病情好转，只是小芳在台湾的惊喜之一。嫁到台湾后，小芳发现自己的婆婆和想象中完全不同。我之前看了很多电视剧，总以为台湾婆婆会很难相处，会挑三拣四。小芳说，但我婆婆简直太好了，她从来不干涉我和阿明的生活，反而经常教我做台湾特色菜，带我认识朋友，帮我融入当地生活。有一次，小芳感冒了，婆婆二话不说就煲了姜汤给她喝，还亲自给她准备了热敷包。那一刻我真的好感动，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这么照顾过我。小芳说这些时，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母爱，原来被爱护的感觉是这样的。婆婆的爱让小芳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而台湾的社会环境也让她大开眼界。台湾的公共服务真的很人性化。小芳说，比如公交车，司机会等老人家坐稳了才开车，医院里有专门的志愿者帮助行动不便的病人，就连路边的公厕都很干净，还有免费的卫生纸。这些细节处处体现着对人的尊重和关怀。小芳还发现，台湾的科技水平远比她想象的要高。我之前以为台湾很落后，结果发现台湾的科技产业非常发达。小芳惊讶地说，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国际知名企业都是台湾的。阿明就在一家半导体公司工作，技术很先进。不仅如此，台湾的教育理念也让小芳很欣赏。这里的孩子从小就被鼓励表达自己的想法，课堂上可以和老师讨论，不是一味的死记硬背。小芳说，而且学校很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，音乐、体育、艺术课都很丰富，不像我们那会儿，除了考试什么都不重要。渐渐的，小芳意识到自己以前是生活在信息茧房里，接触的信息太过单一。我以前总觉得中国是宇宙强国，其他地方都比不上我们。小芳感慨道，现在才明白，每个地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台湾虽然地方小，但在很多方面做的确实比大陆好，尤其是对人的尊重和关怀这一点。当然，适应新环境也有不少挑战。小芳刚到台湾时，由于语言习惯的不同，经常闹出笑话。有一次，我在超市买东西，想问价格是多少，习惯性的说多少钱，结果店员愣了一下，然后才反应过来我是在问价钱。小芳笑着说，在台湾问价格通常说这个多少或多少钱一个，表达方式有些不同。还有一次，小芳对婆婆说自己要去上班，婆婆听成了下班，结果两人约好的时间完全错开了。原来台湾人去工作叫上班，下班后叫下班，和我们的说法正好相反。小芳说，这些小差异一开始真的很容易造成误会，除了语言上的差异，饮食习惯也需要适应。台湾人的口味比较清淡，不像深圳那样重口味。小芳说，刚来的时候，我总觉得食物不够味，现在慢慢习惯了，反而觉得这样更健康。虽然有这些小困难，但小芳很快就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阿明和他的家人给了我很多帮助，让我感受到被爱和被接纳的感觉。小芳说，这是我从小到大都渴望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芳和阿明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阿明温柔体贴，凡事都会考虑小芳的感受。
小芳也学会了台湾人的处事方式，变得更加温和耐心，两人的生活充满了甜蜜和幸福。来台湾后，我的三观完全改变了。小芳说，以前我觉得结婚就是找个有钱人，过上好日子，但现在我明白，婚姻最重要的是两个人彼此尊重，互相扶持。阿明可能不是最有钱的，但他给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更让小芳感动的是，阿明把他的爷爷奶奶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照顾。爷爷的病好了后，阿明还经常陪他下棋、散步，陪奶奶去菜市场，帮他们融入当地生活。小芳说，爷爷现在每天都笑呵呵的，说自己这辈子值了，不仅病好了，还看到孙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爷爷在台湾住了3个月后，身体状况大大改善，也对台湾的生活有了全新的认识。回深圳前，爷爷拉着小芳的手，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：小芳啊，爷爷以前真是井底之蛙，没想到台湾这么好，你嫁过来是对的。听到爷爷这句话，小芳激动得泪流满面。这是爷爷第一次明确表示支持她的决定，这对小芳来说意义重大。爷爷的认可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小芳说，我这辈子最放不下的就是爷爷奶奶，知道他们理解并支持我的选择，我心里的最后一块石头也落地了。小芳和阿明的故事在亲友中传开后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很多人都对台湾的医疗水平和生活环境产生了好奇，我婆婆的姐妹们都羡慕得不得了，说她儿媳妇又漂亮又孝顺。小芳笑着说，以前大家都觉得深圳女孩嫁到台湾是高攀，现在反而有不少台湾亲戚问我，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深圳姑娘介绍给他们的儿子。定居台湾1年多后，小芳也逐渐在当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方向。她凭借在深圳当护士的经验，在台北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。台湾的护士工作强度比深圳小多了，而且特别受尊重。小芳说，病人和家属都很有礼貌，从来不会对医护人员大吼大叫，医院的管理也很人性化，会考虑到护士的身心健康，定期组织团建活动减压。在工作中，小芳也发现了台湾医疗系统的许多优点。台湾的全民健保真的很了不起，几乎覆盖所有疾病，老百姓看病负担小，但医疗质量却很高。小芳感叹道，而且这里的医患关系特别和谐，医生会花很多时间和病人沟通，让病人充分了解病情和治疗方案。小芳还特别提到台湾的长期护理系统，台湾很重视老年人的照护问题，有完善的居家护理服务。她说，像我爷爷这样的老人，在台湾可以定期有护理人员上门检查身体状况，指导康复训练，政府还会提供补贴，减轻家庭负担。正是因为亲身感受到这些差异，小芳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。我现在真的不想离开台湾了，这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太吸引我了。小芳说，特别是当我怀孕后，更加确定了这个决定。是的，就在小芳适应台湾生活的第2年，她和阿明迎来了他们的爱情结晶，一个可爱的小宝宝。怀孕期间，台湾的产检特别细致，每次检查，医生都会详细解释各项指标，耐心回答我的问题。小芳回忆道，而且这里的孕妇福利很好，有专门的停车位，公交车上人们会主动让座，就连陌生人看到孕妇都会特别关照。小芳的婆婆在她怀孕后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，给她煲汤、做营养餐，陪她去医院做产检。我婆婆说，照顾孕妇是全家人的责任，不能只靠我一个人。小芳感动地说，这种被家人呵护的感觉，是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体验过的。产后恢复期间，婆婆更是包揽了家务和照顾宝宝的大部分工作，让小芳能够充分休息。在台湾，坐月子是件大事，家人会特别重视产妇的休息和营养。小芳说，婆婆甚至请了专业的月嫂来帮忙，说这是送给我的礼物。有了宝宝后，小芳更加感受到台湾社会对家庭的支持，这里的育儿环境真的很好，公共场所都有母婴室，街道和商场都很方便推婴儿车。小芳说，而且幼儿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，老师会经常和家长沟通孩子的情况，不是只关注成绩。回顾自己嫁到台湾的这段经历，小芳感慨万千。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永远不会知道台湾和大陆在很多方面的差异。
他说，这些差异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，而是不同的发展道路造成的不同结果。小芳特别提到台湾社会的规范和秩序感，这里的人特别遵守规则，不管是排队还是交通，大家都很自觉。他说，而且环保意识特别强，垃圾分类做得很到位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参与回收。此外，台湾的文化氛围也让小芳着迷，这里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，但又融入了现代元素。小芳说，庙会、夜市、传统节日庆典都保留得很好，让人感受到浓厚的人情味。当然，并不是说台湾样样都好，小芳也提到了一些不足之处。台湾的房价也很高，年轻人买房压力大，就业机会没有大陆那么多，薪资增长也较慢。小芳客观地说，但总体来说，这里的生活品质和人文关怀真的让我很满足。如今，小芳已经完全融入了台湾生活，她和阿明的小家庭幸福美满。她还经常通过视频让爷爷奶奶看看小宝宝的成长，分享他们的生活点滴。每次视频，爷爷都会问我什么时候带宝宝回深圳看看，我就知道他是想我们了。小芳笑着说，其实我也很想念家乡，但现在台湾已经成为我的第二个家，我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。小芳和阿明计划每年带宝宝回深圳一次，让孩子也了解妈妈的家乡文化。我希望孩子能兼具两地的优点，既有大陆人的进取精神，又有台湾人的人文情怀。小芳说，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嫁到台湾的大陆姑娘，小芳有自己的建议。跨地区婚姻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容，不要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对方。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和价值观，确保两人在关键问题上有共识。小芳的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跨地区婚姻的成功与失败。小芳和阿明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可以跨越地域和文化的差异，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，互相尊重，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。同时，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，不要被刻板印象束缚，要用开放的心态去认识世界。就像小芳说的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经是多么的无知。现在我才明白，世界很大，每个地方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。各位听众，如果你们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想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